各位喜欢兰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安格斯。今天呢，要跟大家来介绍另外一种水耕兰花的方式。这种方式呢，在英文里面叫做 semi-hydroponics， 它就不是我们大家所知道的，就是完全只有水的水耕。这种完全只有水的水耕叫做 full water culture， 那半水耕叫做 semi-water culture。这一种有介质的水耕，它叫做 semi-hydroponics。那为什么它也虽然说有介质，但是它依然被称作是水耕的一种方式呢？原因在于，你看到这边有2个洞，杯底是没有洞的，这边有2个洞，也就是说怎么样呢？你加水，一直加满。水呢会从这边一直跑出来，但是跑到这个洞的 level 的时候呢，它就停住了，它就不会再漏了。好，所以基本上呢，杯内里面这边就是它的水位，从洞一直到底部就是它的水位。那这种介质呢，它其实我相信台湾叫做发泡炼石，就是那一类的石头，它其实是跟这一种clay 这种瓦片，这种材质瓦盆，它的材质是一样的，只是它经过高温的烧烤，然后跟膨胀，所以呢，它就变得比较轻、比较大颗，但是它一样有吸水的功能，但是就没有像瓦片那么样的明显哦，就是突然间，一接收到水，它马上就吸进去，它会是需要一段时间。那这一种方式之所以也叫做水耕呢，原因是因为借由这个 hydrocorn 这个介质呢，它有吸水的作用，所以就是有点像虹吸现象，慢慢把水就是经过一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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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的吸上来，所以让在介质里面的根部能够保持在一个就是有水分的状态。有时候呢，不一定是完全是虹吸作用，有时候是因为怎么样？因为它这些都是塑胶嘛，没有地方，水汽没有地方跑，它一定是往上，所以水分的部分呢有2种情况第一种就是因为虹吸作用，然后我们英文叫做 wicking effect， 就直接这样吸上来。那另外一种呢，其实就是因为它水分的蒸发。然后往上蒸发，进而在介质里面的这些根系这些根能够吸收到水分。那另外一个原因，它为什么叫水根是因为它这里面一直都有水，所以它就是无时无刻的一直在蒸发或一直在虹吸作用，所以这个介质里面其实一直都是处于湿润的状态。当然，这些发泡炼石呢，其实它都是圆的，所以呢，它其实有蛮多的空间的就是粒子与粒子中间，它有很多很多的空隙，所以也有足够的空气让这些根系做生长，也有足够的空间让根系能够往下生长。那另外一个好处就是，当根系长到一定程度，长到够长的时候呢，它甚至会长到这一个小小，我都称它叫做蓄水池，英文其实叫做 reservoir， 其实就真的就是蓄水池。但是呢，这根一旦长下去，你不用担心它会烂，因为这个根是因为它自己往下长，它已经习惯了非常有水的状态，就是一直都有水，而且很湿润的状态，所以不用怕说它的根系会溃烂。基本上不会。如果它是自己往下长，然后长到这个小蓄水池里面，这个水的部分的话，是不用担心的。那另外一个我想要跟大家说的就是，我为什么会用外杯？这个在我之前的影片里面有提到。我用外杯的原因是因为呢，第一个美观，除了美观之外呢，它也有阻隔太阳光的功能。所以这样子，我这个杯子就比较不容易产生青苔，也才不会有比如说这些洞口排水孔堵住的问题，或者是说里面青苔长太多，
杯缘的地方长太多青苔不美观，或者甚至说我青苔长太多的话，是不是会对兰花或是根系有什么不良的影响？青苔是 OK 的，但为了美观，尽量还是不要有比较好，所以我都会使用外杯，加完水就把它放进去。等到下一次要浇水的时候，我直接往里面加水，加完水，对不对？慢慢拿起来，然后沥干，因为它自己有动，它会自己会滴水，滴完之后，我就可以把外杯的水倒掉，我再把它放回去，这样子就又可以1到2个礼拜不用理它。那最后呢，要跟大家来谈一个蛮有趣的观念。这观念呢，就是来看一下这颗兰花，长得相当的好，也有很多的根。但你知道它是怎么样生长的吗？这个小内杯里面，其实只有水草，而且它底部没有动，但它兰花的根系也长得相当的好。这个是最近，也不是最近啦，已经有一阵子了。很多养兰花的朋友在美加地区，他们在玩的一种方法哦，只用水草，下面没有动。然后我这边要谈的不是说这种养兰花的方式如何操作，如果你们对于这一种养兰花的方式也有兴趣的话，请在下面留言让我知道。我也可以告诉你们，我们是怎么样玩这一种没有动的水草养殖方法。我要谈的是说，因为今天讲的是水耕，其实啊，在美国现在我们有一个观念，那这观念呢，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同意？其实啊，兰花不管你有没有介质，用什么介质，其实都应该叫做 hydroponics。hydroponics 这个英文字，如果你去查，它就是水耕。那为什么？那你会说，我有放介质啊，有水草啊，有树皮啊，为什么你都称它叫做水耕？哦，它的这个意思的水耕，跟我们讲的用完全水耕泡水、根部泡水的水耕不太一样。它美国里面 hydroponics 的这个意思呢，其实是说你的种植方式只要没有土，那因为只有水，不管水是依附在哪一种介质，或是没有介质，根部直接吸收水分，没有土作为养分的来源的情况之下，它就被称为是 hydroponics。所以即便有水草，它有介质，它也是一种 hydroponics 的养法。没有任何介质的 full water culture， 当然就是水耕。那这种有介质呢，虽然不是水草，有介质发泡炼石的介质，它也被称为水耕，是因为呢，它是靠虹吸作用跟蒸发水汽的蒸发来让根系吸收水分，对不对？那它最底下是一直都有水的，所以水汽的蒸发或是这些粒子发泡炼石之间的虹吸作用吸上来，让根部吸收到杯内的水分。所以在美国这边呢，他们是一致的，就是都觉得说这样的说法是挺有道理的。就是说只要是没有土壤的情况之下所种出来的植物，不管介质是什么，是水草，是发泡炼石，或者是我刚刚说的那种 mantle clay 小粒的那一种，或者是完全没有介质的全水耕或半水耕，都是水耕的variety， 就是不同，就是水耕的一种变化。不知道你同不同意这样的说法非常欢迎大家的意见跟指教，请在影片的下方留言。各位喜欢兰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安格斯。今天呢，要跟大家来介绍另外一种水耕兰花的方式。这一种是叫做有介质的水耕，英文叫做 semi-hydroponics。我有很多的兰花目前都是在用这一种方式养殖，那也有不错的效果。
那好处其实基本上跟水耕一样，就是一直都是有水的状态，所以基本上呢，我不需要每一个礼拜都要给水，有时候甚至到10天。那冬天我基本上都保持在大概2周给1次水。那有时候夏天比较热，它蒸发的比较快，我就会给水给的比较多一点。但是呢，其实夏天的时候啊，因为它也是比较属于生长期，所以我施肥也会相对多一点。所以基本上我每个礼拜我都会给水，但是呢，我的施肥就是可能间隔1个礼拜1次给用肥料，另外1个礼拜我就完全用水。那有时候呢，我是用浸泡的方式，就因为我会用这个外杯把它放进来，然后再把水加到满，让它泡。有时候是泡只有泡软水而已。那因为这样子的话呢，有时候可以进而溶解掉一些它没有分解的肥料。那有时候呢，它石头上面有一些其他的物质啊，或者是盐分啊等等的一些东西，你也可以用泡的方式把它那些东西溶解，然后你再做一个 flush， 就是一直冲水，然后让它水一直流出来，然后等于是把它里面蓄水池的水也都更新。所以目前我有用这种 hydrocorn 来做有介质的水耕，那我也有用另外一种东西叫做 mantle clay， 上面的这个就是我刚刚说的发泡炼石。那我的用的这个牌子叫做 hydrocorn， 它呢就不是每一颗都100%的是圆形的，好，它是不规则的形状。那最左上角那一颗呢，你就可以看到它里面纵切面的部分，它其实因为它是已经就是膨胀过，所以它里面呢其实是有小空隙的有空间可以吸水，但是也有空气。下面这一排这3颗就是我刚刚说的 mantle clay， 这种呢，它也是用瓦片clay 这种材质，瓦片的那种材质做的。那它更小一点那它这种呢是实心的，它也非常的吸水。在德国有另外一种牌子的介质叫做 Ceramus。很多养兰花的朋友之前也都非常喜欢用那种来养，因为那种呢也是一样，你用了介质，兰花一旦长得好，其实你都不用担心需要换介质否则我们都知道用水草养，或者是用神木屑，或者是用树皮养，因为这一些呢是有机的介质，所以当1-2年、2-3年，这个介质一旦分解之后呢，它其实会变得相当的酸，特别是水草你的 pH 值都可能会降到3或者是4，是相当的酸的东西。所以很多时候介质如果已经不行了，该换的时候你没有换，它就会影响到你兰花的根系，很容易会使你兰花的根系产生烂根、败根的现象。那给大家一个例子就看它有多吸水，你就看一下这个，你看到它就把那个水就马上就吸上去了。然后它会一直吸，一直吸。但相对的这种你看这一颗大颗的，它的水滴上去之后它也会吸，但它吸收的效率就没有这个这么好，因为这个到最后呢，下面这一排的基本上到最后它们会整颗都会吸得相当的均匀。像你看这一颗右边的第一颗，它已经基本上就是水分现在就是已经都大部分都吸掉，还有一些在这个石头的底部，但是到最后它会整颗吸得非常的均匀。所以说这2种都是我们很喜欢用的介质。
那我目前有单用这一种来使用，那我也有单用这种来使用，但我发现目前效果最好的是这2种混合使用，然后我喜欢的比例，目前觉得最成功的比例是2:1，2杯这个1杯这个，然后混在一起之后的介质，我发现兰花最喜欢这样子的比例。你看这颗刚刚点下去，它下面还有水，这颗我拿起来，下面是完全是没有水的，但是这颗现在就是很饱满，然后这颗下面还有一点点水还没有吸完，然后我们来看看下面这一颗，还是有一点水，所以说这种发泡炼石呢，它的吸水性没有这种实心的Manto Clay 来得好。这种啊，我相信日本人是有把它拿去种他们的，比如说矮子松啊，拿去种一些他们的邦栽，日本小盆栽。但是我目前个人最喜欢的方式其实就是2:1。各位喜欢兰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安格斯。今天我们要来讨论一下，我是如何将塑胶杯或是塑胶容器打洞、改装它们，变成我的兰花容器。如果你是第一次看到我影片的新朋友，我的 YouTube 频道是一个兰花频道，我在这边与你们分享兰花相关的种植要领、个人经验、我学习到的技巧、兰花欣赏等等等。如果你想要学会怎么养兰，请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通知铃铛，这样每当我上传新的影片，你就会收到及时的通知。在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先来讨论一下为什么我偏好用塑胶容器来种我的兰花，然后我也建议刚接触兰花的新朋友使用塑胶容器，特别是塑胶透明的容器。原因第一个最重要的就是透明的塑胶容器能够让你看到容器里面的介质的状况跟兰花根系的状况。如果有烂根，或是如果有出现一些发霉或是其他一些不应该发生的情况，你就有办法能够去做调整。那如果你是用不透明的容器，比如说深黑色、深绿色不透明的塑胶容器，或者是用瓦盆、陶土这一类做的兰花容器，你其实没有办法看到盆里面的状况，除非你非常有经验，否则的话呢，如果比如说根烂在里面，你不会知道。第二个原因啊，就是塑胶容器一般会比较便宜，但是市面上网络上，以美国为例，你能够在网络上买到它已经帮你就是打好洞或是切好缝隙的兰花杯子、兰花盆呢，其实都相当的贵。所以呢，如果你能够买到比如说像一般喝饮料的杯子，然后用自己的工具去打洞的话，你第一个一样能够达到通风的效果，第二个透明的容器一样能够让你看得到盆里面的根系状况等等，其实是一个比较经济又实惠的一个方法。那像我自己个人而言呢，我一样是因为价格的因素，我买了这些一般喝饮料的杯子。那因为它们在此都一样，我就用内外杯堆叠的方式，内杯是用透明的透明的杯子，外杯用不透明的杯子，我堆叠起来，我这样子能够减少阳光直接的照射，那杯子里面内杯就比较不容易产生青苔。当然这是一个美观上的问题而已，我在其他影片也介绍过了。长青苔其实它因为它的生命周期很短，不会影响杯内的一个健康状况，它不会长期的跟兰花根系竞争养分，所以这个只是美观上的问题，不会影响兰花的健康。那说了这么多，我相信你一定很好奇，到底我是怎么用什么工具，然后用什么方法来对我的这些塑胶容器打洞呢？我们现在马上就来看一下。其实啊，说明白了，真的就不值钱了。这个就是我的秘密武器——烙铁。这个是我网络上查到的名字，它的英文叫做 soldering iron。我必须要查，因为我真的不确定这个中文到底叫什么东西。那它呢，其实就是插电之后，它会变得很热。那因为热，你就可以对塑胶容器钻洞。
哦。那这个东西我当时在网络上买，美国好像美金也不到10块钱，我记得好像8块吧，8块美金而已。所以在亚洲地区，如果你们买，我相信应该也不会太贵。那你如果没有这种工具的话呢，我其实在好像其他影片的留言区里面有跟兰花朋友分享哦，其实你也可以拿铁钉，或者是比如说一般用的钢块，你就是在火上面烧一烧，把它烧热，你一样可以钻孔。但是呢，因为这个东西不贵，所以我还是建议买这种工具，因为它至少有一个把手，而不会是用铁钉。那因为如果你用铁钉，你可能还要再去拿一个老虎钳或是一个夹子夹住铁钉烧，然后再钻洞。那万一如果你没夹好，铁钉掉下来或怎么样，其实我觉得还是有某一种程度上的危险。那既然提到安全性上的问题呢，接下来影片的部分，请大家还是要专心看，因为这是我个人的经验，必须要在这边跟大家、跟各位兰友做个提醒，就是安全上面有哪些工具是你需要的，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我到底是怎么操作就是打洞这样的一个方法。那因为我们是对塑胶容器打洞，塑胶遇热它一定会冒烟。而且它的这个烟是有毒的空气，所以你一定要确保你是在一个很通风的地方进行打洞这样的动作。如果你是在阳台是最好，如果你是在室内，一定要打开窗户，而且最好要有很大的空气的对流，比如说你把电风扇也打开，然后把电风扇朝着窗户外面贴着窗户，然后让它的风向是由外吹的，表示说你这样一旦有冒烟或怎么样，它会马上被这个电风扇这个不好的气呢，能够被电风扇直接就往外排出去。再来这个东西口罩，我相信大家一定都不陌生哦。在捷运上你可以常常看到有人戴口罩，所以呢，我也建议各位就是在从事这样的打洞的这个步骤的时候呢，也把口罩戴上多一层保护。有了通风跟口罩之后呢，其实我们接下来就可以开始进行打洞的动作了。每打完一个洞的时候呢，它一定都会有一些溶掉的塑胶会粘黏在这个烙铁上面，所以这个时候呢，你有湿润的纸巾或者是湿润的菜瓜布放在旁边预备，你就有办法能够把它这个粘黏在烙铁上面的这个塑胶物质能够把它清掉，然后再进行下一个洞的打洞动作。再来呢，我个人偏好于在打洞的时候呢，我都是抓在杯子最上面杯口的地方抓着，然后进行打洞。如果你有比如说像工地工人戴的那种手套，或是任何的保护的机制、保护的工具，我才建议你用手握在它的杯身进行固定，然后再打洞。否则的话呢，因为你的手太靠近那个烙铁的肩部的时候呢，热的那个部分呢，其实有时候你不注意，也许容易造成烫伤，所以这个部分还是请大家要多多注意。最后呢，还是要呼吁一下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那如果你是未成年或者是年纪比较轻的小朋友，一定要有大人的陪同，才能够进行这样子打洞的动作。另外我相信有兰友一定会问我，那我应该要打多少洞呢？那这就要看你是用哪一种的养殖方式、种植方式。比如说，如果是有介质的半水耕，其实我就是打2个洞。那如果是一般这种传统的种植，底部下面是有洞的，像你我之前给你看过的照片，底部下面有洞的，然后你杯子的周围你想要打洞多少这个其实没有一定。那这个是依照个人喜好、个人的这个环境还有你的介质多寡根系多寡等等等这些都有关系，所以我没有办法给你一定的数字。这个东西要靠你自己的一个经验的累积跟不断的实验，才能够找到你自己居家环境，然后你自己喜好上面的一个黄金比例。各位喜欢兰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安格斯。今天我们要来讨论兰花换盆时候的容器选择要点。如果你是第一次看到我影片的新朋友，我的 YouTube 频道是一个兰花频道，
我在这边与你们分享兰花相关的种植要领、个人经验、我学习到的技巧、兰花欣赏等等等。如果你想要学会怎么养兰，请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通知铃铛，这样每当我上传新的影片，你就会收到及时的通知。我之前跟各位分享一个影片，是关于兰花换盆的3种情况。如果你没有看过那个影片，你可以在这个影片的最后面点阅，我也会把这个影片的连结放在影片的下方，以便于你事后点阅。一般来说，有3种情况你会需要把兰花从盆里面取出来。不过这边要提醒你的是，兰花很不喜欢被打扰，一旦它们被打扰之后呢，它有可能会产生暂停生长，像是根暂停生长，长叶子的速度变慢，花梗停止不长了，或是已经有花苞的情况，它花苞掉蕾不开了。所以换盆一定是要非不得已的情况之下我们才会做的事情，特别是在冬天，如果天气不好太冷，也不应该把兰花取出来。那假设你必须要换盆，你该用什么容器，该考量什么因素，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要讨论的部分。我把今天的主题分成3个容器种类，我是用种植方法来区分这些容器的类别。我们会先讨论传统种植方式常被用到的容器。所谓传统种植方式，就是容器的底部下面有洞，以利排水。再来，我们会讨论水耕兰花常被使用的容器种类。水耕顾名思义，就是部分根系一直都在有水的情况下生长，所以容器的底部当然就是没有洞的。最后我们会讨论有介质的半水耕兰花常被使用的容器种类。半水耕容器也有排水孔，但是这些排水孔是在容器的侧边，而不是在底部。我们先来看这种最常见的塑胶软盆。它之所以常见，是因为绝大多数你们买回家的兰花都是在这种软盆里面，主要是它的材料是塑胶，所以便宜也轻巧，适合运送，也有助于水分的保持。在这边观察入围的朋友可能已经发现到，我影片中的软盆外围的侧边都有垂直的空隙，这是我自己利用工具弄出来的，主要是希望能够提供多一点介质的通风，以利于水分的蒸发。再来是传统式的硬塑胶材质的容器，最右边的那一个塑胶盆硬塑胶盆应该是这几个容器里面大家最常见到的，它只有底部有洞，有排水孔，而在其他3个都有在侧边上呢有1个到多个不等的通风孔。这边主要的目的也是一样是要提供利于介质蒸发多余水分的管道。最右边的那一个塑胶硬盆或是硬塑胶盆，它的底部中心有一个凸起的部分，这是一个已经经过改良过后的兰花盆。一般的塑胶盆底即便是有排水孔，它也是平的，没有中间突出的那个部分。而这个部分呢，也是一个有助于兰花位于中间偏下面的介质也能够均匀的蒸发水分，否则可能会出现中上半部的介质已经非常干，而中下半部的介质的环境还是处于一个湿润有水的状态。那这种没有蒸发均匀的情况呢，对于新手来说会比较难去判断到底是该给水、该不该给水，或是该给多少水等等。左边这3个塑胶容器呢，这3个硬的塑胶容器虽然底部是平的，但是我有在它们的侧边钻1个到多个不等的通风孔，主要是要促进水分能够均匀的蒸发。而我偏好透明的塑胶容器，也建议刚接触兰花的新朋友呢，使用透明的容器，是因为透明的容器易于我们观察根系的生长以及介质的状况，比如说介质是不是老化了、发霉了，有没有虫害，或是介质里面是不是还有水分的凝结等等等。这边还有一种我觉得常见的硬塑胶容器，但是这种几乎看起来就像是一个网子，英文呢叫做 net pot， 翻成中文就是直接对翻的话就是网盆。
盆，但我不知道中文名称是什么。如果你知道的话，也欢迎你在影片下面留言，让我们知道这个东西中文称作什么。总之，它是塑胶材质，它看起来像是个容器，但是它侧边的有洞口或通风孔很多，通风很好，所以很适合喜欢根系通风，然后干湿分明的兰花种类。介质方面啊，它这种材质的硬塑胶容器很适合于水苔或者是椰子纤维这种保水性很好的介质搭配使用。最后，因为它的洞口多，也很方便于用个钩子就能够转变为小挂盆，来节省养兰的平面空间。我们再回到透明的硬塑胶容器一下。刚刚有提到我为什么喜欢透明的塑胶容器，但还有另外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它们便宜。这边你看到的兰花是我一颗拯救回来的兰花，我是在一个纽约的植物园的礼物店里面买的，当时它已经开完花了，所以那个时候正以半价的价格出售。那带回家后呢，我就在这透明的小塑胶杯上打了几个洞后呢，就用一条铁丝把它固定好，然后就挂起来养。你也看到了，它现在正在抽花梗，不久的将来我们就能够目睹它美丽兰花的英姿。我自己也很期待，因为我根本不知道它的花是什么颜色或是长什么样子的。这是它的另一个角度，容器的周围以及它的底部都有很多的通风孔。因为是种在杯子里面，所以给水的时候呢，我就是把它放到另一个一样尺寸的杯子里面泡着。等到泡好了，我就让它把水滴干，再把它挂回去，一直等到水苔这个介质很干很脆了，我再重复这个给水的步骤。不过呢，透明的容器也有它的缺点在，就是因为阳光直射、阳光的照射而长青苔。青苔其实不会影响兰花根系的生长，因为它们的生命周期很短，不会太在介质里面跟兰花过度的竞争水分或是养分。这边纯粹是一个美观的问题而已。如果你觉得青苔不会碍眼的话，其实这个也就不是一个缺点，否则你就要想个办法来减少甚至阻隔阳光的照射。我自己的办法呢，就是用尺寸相同或是稍大一点不透光的外盆来预防青苔的生长。这个部分呢，我们在等一下讨论水根跟半水根容器的时候呢，会再提到。再来，另一个常见的传统式兰花容器就是瓦盆。它最大的优点就是在显微镜下，它的结构有很多细小的洞口，所以相当有利于水分蒸发。另一个优点就是它的颜色，在它还有水分的时候呢，看得出来它颜色比较深，也能够用手去感觉得到因为有水分而较低的触感。但是缺点是我们无法看到根系在盆内的生长状况，对于新手来说就不容易掌握。另外，兰花的根系容易粘于盆内，造成将来换盆时候的困难，所以我们会看到有人将瓦盆打破，再进行根系的清理等等，或是直接将小瓦盆放到一个大一点的瓦盆里面去，再用新的介质将两个瓦盆的空隙填补起来。最后一个我不喜欢的缺点是外观上容易有物质残留的痕迹，可能是多余的盐分或者是肥料在水分蒸发后留下的物质。当然，如果你觉得这样没有不好看，那也就不算是一个缺点。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水耕种植的容器选择。很多人喜欢用玻璃的容器来水耕他们的兰花。玻璃容器的优点就是它美观，也便于我们观察兰花的根系。但是缺点就是它有破裂的可能，而且会因为青苔，所以需要常常清洗。而且一般玻璃容器都太宽，兰花根系需要花更多的力量、更多的能量，才能长到容器两边而得到稳固安定的感觉。所以呢，这会拉长兰花对于水耕种植这种方式以及我们所选择使用的玻璃容器的一个适应期。我个人还是偏好
塑胶透明的杯子来水耕我的兰花。我用的是12盎司或是16盎司的透明塑胶杯，因为它们便宜，也非常容易在任何超级市场能够买得到。说穿了，它们就是一般喝饮料的杯子。如果你常去喝星巴克的话，16盎司的杯子，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他们中杯 Grande 的 size 的尺寸。我不建议用24盎司的杯子，因为对大部分的兰花来说，24盎司的杯子的深度有点过深。透明塑胶杯的好处啊，除了没有破裂的隐忧之外呢，也非常容易的能够让我们来观察根系的生长状况。因为便宜，容易取得，我在这边甚至还可以用不透明但尺寸一样的杯子来当外杯阻隔阳光。这样我就不会有青苔影响美观的问题。事实上，我现在绝大多数的兰花都是用透明塑胶杯当做内杯，加上相同尺寸但不透明的塑胶杯来当做外杯。最后，我们来看半水耕的容器，这边指的是有介质的半水耕，英文叫做 semi-hydroponics， 不是无介质的半水耕，叫做 semi-water culture。这两种种植方式我都有做影片说明过，如果你还没有看过呢，也可以在影片的最后或是影片的下方点阅来看看。有介质的水耕需要容器底部有一个小的蓄水池，所以在侧面一定要钻排水孔，一般2个排水孔就足够了。我有看过有人在他们的玻璃容器钻孔来做有介质的半水耕，但是因为我不想要投资比较专业的钻孔工具，所以我就偏好用塑胶杯来钻孔改造成半水耕的容器。这边有3个好处要跟你们分享。第一，容易观察根系的生长状况。第2个好处呢，就是可以用外杯来阻隔阳光，来避免青苔的不美观。第3个好处，内外杯堆叠起来，可以直接加水泡水，然后拿起内杯沥干之后，将外杯收集的水倒掉，再将内杯外杯重叠起来，就可以放回原来它的位置。这些收集起来的水呢，以我为例，我是不重复使用这些收集起来的水用在其他的兰花上面，所以如果你有院子有花园或是其他的植物呢，这些水是可以重新回收利用的。今天我们讨论了传统式底部游动的容器，包含软塑胶、硬塑胶以及瓦盆的材质，也讨论了水耕的玻璃容器与我偏好的透明塑胶杯，加上刚刚我们讨论了有介质水耕的容器种类，我相信你现在应该对于哪种容器对你的兰花特性、你给它们的生长环境等综合考量下，是什么样的容器比较适合你跟你的兰花。但在影片结束之前，我在这边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很多新手常常忽略掉的重点，那就是容器过大都会因为水分过多蒸发不了，然后又再加上你可能持续定期的给水浇水，导致容器内介质一直处于一个过于潮湿的状况，而导致烂根。兰花的根系喜欢潮湿湿润，但也喜欢空气，所以你要想办法提供一个它们容器里面能够从很湿润到差不多干这样的环境，这样的一个循环，然后你再重复给水的动作，这样它们的根系才会能够吸饱水分，然后休息，然后再继续的生长。当你不确定用什么尺寸容器的来做你容器的时候呢，如果不是沿用原来的尺寸大小，就是宁愿小一点也不要太过于大。各位喜欢兰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安格斯。今天呢，要跟大家来看一看几棵兰花的根系的生长。那它们的这种养殖方式呢，是有介质的水耕有介质的水耕。那我们现在就一颗一颗的来看。现在这一颗呢叫做 Phalaenopsis pulchra。那你可以看到呢，这个是一个原生种，它开的是一种紫色的花，非常非常蜡质又厚的紫色的花。那你看到现在这边，这个是新长出来的根系，就是我移植到这一种有介质的水耕之后长出来的根系。那它
上面的根气根也长得相当的好，有蛮多根，蛮粗壮肥美的根系。那还有你看到的这两个，它是在本来已经长的老根，它又重新再长续长新的根尖。然后这一颗中间也在长小叶子，所以感觉它发展得不错。那这一颗呢是 Phalaenopsis marieae， 这个也是一个有斑点的，有红色、紫色斑点、白底的。好，甚至看到这边，它气根一度停止生长，但从我手指尖那个部分，它又开始生长。有很多很肥美的气根，在美加地区，我们常常都说这种 video 这种影片啊，在专门在看根系的影片叫做 root porn。好，那这一颗就是 marieae， 它也是相当的不错。那再来这一颗呢是 Phalaenopsis cornucervi， 还有 Pantherina 的交配种。这一颗呢，它也是有非常好的气根。那在杯子里面呢，你将也看到这边有两条根，也是因为也是已经长到戒指里面去了。那这颗兰花本身它的根系呢，上面的气根也都是移植过后才长出来的。那目前这个花梗。目前没有开花，因为它应该是夏天开花的品种。那现在基本上就是这种续花，这颗有续花性，所以它就没有把它剪掉。那目前来说，这一颗我感觉它长得也相当的不错。接下来呢，这一颗是 Phalaenopsis tellum， 它其实是 Tetraspis 跟 Luramaniana 的交配种，是 primary hybrid。那也是一样，它的新根系也已经长到戒指里面去了。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上面的气根，你还可以看到两个短短的花梗哦。右边的花梗比较短一点，它之前长出来的时候，感觉天气不是很好，所以它停了。但左边的花梗蛮长的，而且渐渐的在长长。现在的这颗兰花呢是 Phalaenopsis tetraspis， 然后这个就是原生种了。这颗还算是小苗，但是呢，你看到它已经有根系长到戒指里面去了。然后这里还有另外一个根点是已经长出来，所以这颗兰花应该对于这一种有戒指的水根也是反应相当不错。再来这个是 Phalaenopsis Germain Vincent， 它是 Violacea 跟 Speciosa 的交配种，两个原生种的交配种，所以也称作 primary hybrid。那这一颗呢也是一样，它有根已经长到戒指里面了，这一种有戒指的水根。那如果你不清楚什么叫做 semi-hydroponics， 就是有戒指的水根呢，我会再额外做另外的 video 跟你做介绍。那现在的这一颗呢，也是两个原生种的交配，它们是 Violacea 跟 Zebrina 的交配种，也是 primary hybrid， 也是一样有根系已经在移植到这种养殖方式后长出根系已经长到戒指里面，它也有相当好的气根，而且也正在长一根新叶子，所以我相信在将来我们就能够看到它抽花根，然后甚至开花，自己也非常期待这一颗花。好，再来这个是台湾朋友应该都很熟悉的桑德，就是 Phalaenopsis severiana。这一颗我忘记它到底是白色的品种还是粉红色的品种了，我记得应该是粉红色的。但你刚刚有看到它的根系也已经长到戒指里面去了，然后上面的气根也相当健康。再来这颗呢，是跟我有爱恨情仇、爱恨交织的
Phalaenopsis violacea。怎么说爱恨交织呢？我对它又爱又恨，因为呢，自从它移植到这个介质里面去啊，其实它长出来的叶子都非常的小，但是呢，它的根系却已经渐渐的长到介质里面去了。然后呢，在介质以上呢，也长出了4个气根，所以说它也不能够100%完全是讨厌这一种养殖方式。你看，像这边有1根叶子气根，然后这边有2个气根。那我们再换另外一个 view， 看一下它的根系一直长在介质里面，所以其实它应该算是渐在适应中。不过中间的3片叶子，你看它中间还有在长1片小叶子，新的叶子，希望它会越来越大。但是这3片叶子都是在我搬到德州之后，把它移植到这一种有介质的水耕里面，所以它这3片叶子长得都不是相当的好，都非常的小，比它最外面那2片大的叶子小。那再来嘞，这一颗是加德利亚兰了 ，Cattleya Small World。这一颗呢，它对于这一种 semi-hydroponics 的这一种养殖方式非常的喜欢。你看它的根已经都长到介质里面去了。然后呢，你再看一下它的另外一条根，这条根它一直长到地里面去了。上面一直长到往下长到里面去。那其实你看到啊，我现在手指的这个部分，其实你看它的2个洞以下的部分都是会有水，它是一个有点像小蓄水池的部分。所以刚刚那一条长到已经最底部的根啊，那一条其实在水，它会有一段是一直都在水里面的。虽然它有介质，但是它部分的根系其实是一直在水里面生长。但是它自己长进去的，所以它不会烂，因为它已经适应那样一直有水的环境。再来，这一颗也是一颗原生种科尼 Phalaenopsis cornigiana。这颗呢，这个叶子是我之前掉了一些东西在那叶子上，所以把它弄伤。不过还好，没什么事，没有发炎，所以我也就没有把它剪掉。那这个呢，正在长2个气根，然后也有1片小叶子正在渐养成。那另外一个就是你看它的根，也已经长到这个小小的这个 reservoir 这个蓄水池里面，在洞下面的那个部分完全是都有水的部分。那这个根不会烂，因为它自己长到水里面去，所以已经适应了。再来这一个呢，就是石斛兰了。这一颗石斛兰现在还算是 baby， 还是小朋友，但是这颗石斛兰叫做 Dendrobium Green Lantern。这一颗它的根系啊，也是长得相当的好。你看它已经完全都开了全部，然后也一直往下长。那有一些根系也已经都长到下面那个 reservoir 的部分，就是我讲的小小的蓄水池里面。所以也是有一部分的根系是完全24小时都在有水的状态。所以呢，出远门的时候也不用担心没有人浇水。而且石斛兰本身它根里面就有蓄水，所以其实是蛮好养的一种兰花。再来嘞，这2颗是我最喜欢的 mini marks， 非常小的花朵，但是有斑点，我超喜欢的。那它们这2颗也是一样啊，它们的根系都已经长到介质里面了，右边的那一颗甚至有根系也长到小蓄水池里面了。但是呢，右边的这一颗，你看它已经开始抽花梗了，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 surprise， 非常好的 surprise， 真的，因为我完全没有发现，是在做这个 video 的时候才发现的。所以基本上我觉得这2颗应该是适应的相当不错。再来嘞，这一颗是 Oncidium Cherry Baby， 这一颗呢其实是一颗 rescue， 它其实才5块钱，5块美金而已，是完全是打折又打折之后没有人要买的兰花，因为它已经没有花了，花已经谢了。但是你可以看到这个根系啊，被我买回家之后，把它放进这种有介
介质的水根里面去长，去种植。你看它的根哦，长得相当的好。那现在目前是几乎没有水了，这个是已经几乎2个礼拜以前浇的水，我会让大家到几乎里面都没有水分的情况，然后再给水，所以大概也就是7到10天，有时候2个礼拜再给水一次。因为现在冬天，所以2个礼拜给水一次就差不多了，不需要一直都有水啊。所以这个就是 Oncidium Cherry Baby， 非常非常的香。有机会的话，也希望你能够买到1颗。再来嘞，这个就是台湾人也相当喜欢的叶夫人，叫做 Brassavola nodosa。这种花呢，它白天不香，但晚上非常非常的香。这个东西你如果去建国花市，台北的建国花市应该都蛮常看到的，叫做叶夫人。所以如果有的话呢，不贵，希望你们能够买回家。它一旦开花是在晚上的时候会香。那你看这根系也长得相当的不错。它这种呢，我个人是非常喜欢，而且光看它的叶子也非常非常有观赏价值。接下来呢，这2颗我就一起说，因为呢，它们这2颗都有着相同的生长根系生长的现象，所以我就一并说明了。左边的这一颗哦，先说它们这2颗啊，应该是有要给他们调皮奖哦。那之所以给他们调皮奖，原因等一下再说。左边的这一颗叫 Purple Martin， 右边的这一颗叫做它是 Schilleriana 西雷利跟Stuartiana 史塔基的交配种，叫做 Phalaenopsis Philadelphia。那为什么他们这2颗会得调皮奖呢？主要是也是因为它的根系的关系，但不是因为上面长的气根哦，而是主要是你看一下它的根往下长进介质，又长到排水孔外面，这2颗都一样，就是这2个排水孔主要目的就是让水位能够降到这2个排水孔的那个 level， 但是这个根系长得太好了长到排水孔外面。不过呢，好是好在说，它这2个根啊，会一直贴着这个杯子的外缘生长不会一直就是乱长这是唯一我庆幸的地方。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其实你会发现，我其实都有用另外的外杯把它们罩住。就是这个是它杯子本身嘛，那我其实还有用蓝色的外杯再把它罩住。其实主要的原因是因为黑格阻隔太阳光，这样子呢就比较不会在这个内杯的圆壁上面呢长上青苔。这个是大家这边每家兰友啊，后来他们讨论觉得最好的方式，一方面是为了美观，那另外一方面就不确定说，这些长青苔的杯子啊，是不是会影响兰花它本身的生长？应该是不会，因为目前大家觉得是不会，但为了美观，我就还是用了外杯把它阻隔一些阳光。好啦，这个就是这一次为大家准备的影片，希望你们喜欢。如果你们喜欢这个影片呢，请帮我在影片的下面点个赞，也希望你订阅我的频道，这样当我上传新的影片，你就会收到通知。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或任何的指教，也欢迎在影片的下方留言。谢谢你的观赏，我们下次再见。